公主的新鞋。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小公主，她美丽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也许能够直视太阳，却不能够直视她的美丽。世界各地的王子和郡王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此，希望能娶到美丽的公主。他们见到公主的时候，对她说了各种甜言蜜语。然而公主全当耳边风，对他们也是各种嘲讽，没有一句好话。在众多来者当中，公主对其中一位王子另眼相看，但是对他的态度也不好，甚至更为恶劣，嘲笑声更大。一眨眼，时间就过去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有2只跳蚤跳到小公主的掌心里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公主合上掌心，将它们放到一个装满猪油的瓶子里，让它们在那里长大。2只跳蚤吃得好，喝得好，因此长得也很快。它们很快就肥到足以做一双鞋子了。所以小公主也这么做了。她找来一位屠夫，将它们剥皮，之后又交给鞋匠做了一双鞋子。于是小公主昭告天下，如果谁能猜出这双鞋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，那就成为谁的妻子。王子和郡王们以及精挑细选的小伙子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成排地站在一起，猜想小公主的鞋子到底是什么做成的。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猜中。之前那位让小公主另眼相看的王子想出了一个主意，他准备换上乞丐的衣裳，偷偷潜入公主的房间并藏好。他想偷听小公主是否会与女佣谈起鞋子。他也这么做了。小公主笑得合不拢嘴，因为整天下来没有一个人猜对，大家所猜的答案各种各样。你看着吧，没有人能猜到我这鞋子是用跳蚤的皮做的。王子知道了他想要的答案。第2天，他依然穿着乞丐的衣裳，混进了大家中间。当轮到他的时候，他说道：“公主殿下，您的鞋子是由跳蚤的皮制成的。”小公主的脸色唰的变惨白，目瞪口呆，但仍然不想反悔。她说道：“你这个乞丐，你猜对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将成为你的妻子，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”那好吧，我亲爱的妻子，我要将你那漂亮的丝绸衣裳换下来，穿上乞丐服装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般配。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，高傲的小公主换上了乞丐衣裳，跟随乞丐走到村头的一栋肮脏小屋里。然而这样还不够，从早到晚，小公主要和她老公一起沿街乞讨，到夜晚时还要生火煮饭，讨到什么就煮什么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小木屋里来了一个士兵，对屋里喊道：“哎，你这个乞丐婆，速速到王子领地的地里干活！”小公主有什么办法呢？她一边哭一边往田野里走去。王子直直地走到王宫里，穿上闪亮的衣裳之后，走到田野里。因为乞丐婆是被派去他的地里干活，对于其他人，王子和颜悦色，鼓励他们；但是对于乞丐婆却格外严厉，恶语相加。可怜的乞丐婆干活干得已经汗如雨下。晚餐时候到了，短工们在桌前摆好银勺、银叉、银刀以及盘子，但是王子觉得还不够，他希望小公主能改掉傲慢的坏习惯，因此他暗示一位女短工，让她将一个银勺偷偷放进乞丐婆的口袋里。
晚饭后，当仆人们发现少了一个银勺时，王子勃然大怒。于是他们挨个搜身，自然在乞丐婆身上找到了银勺。哪怕他哭天喊冤，也无济于事。他就这样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。终于，王子觉得给公主的教训足够深刻了。当牢房大门关上之后，马上又被王子打开了。他走向妻子，温柔地执起她的手，牵着她走到宫殿里。他对她说道：“好了，你别再哭了，你可以重新换上漂亮的丝绸衣裳。你看，我也穿回了我昂贵的衣裳，因为当我是乞丐时，你成为了我的妻子。”最终，他们冰释前嫌，如妻如胶，看着他们就让人感到欣慰。我看到了，也建议你们看看哟。